前段时间我体验了一下小鹏的 VLA 2.0版本啊，红绿灯的响应速度明显也比之前提高了一些。这是一个环岛啊，小鹏的环岛能力一直是比较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慢慢的并过来，然后再跟后车进行博弈。后车没让啊，后车没让，但是它还是保持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。后车没让。但是它逐渐给这个压力，好了，后车又让了 ，OK， 我们插进来了。前面是一个主路出辅路，系统没有选择跟车啊，这次选择了加塞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加进去，跟后车保持了一个安全的这个距离啊，这个有点牛啊，这个有点牛，又挤进来了，后车也让了我们一下。其实后车如果不让的话，也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啊。我不知道在正式版本里边会不会保留这种驾驶风格，但是我真的挺喜欢的。我们再看一下这里啊，它先是想超车，然后发现变成实线了，从虚线变成实线了，他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车道。然后呢，这里 OK 又虚线了，然后他想超车的时候发现左边有车，他又继续维持了一下，然后进行变道，然后开始加速，可以，非常的丝滑，继续变道，继续变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这个版本真的是老司机狂喜啊，非常的果断，游刃有余的感觉啊，虽然很激进，特别的老司机，特别的爽。开始掉头，哎，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大妈骑着自行车在逆行，非常丝滑的过了，中间也没有减速什么的，哎，这个处理非常的老司机，游刃有余的感觉，真的游刃有余。这里我们再回看一遍啊，这里正常来说应该的触发系统的一个兜底的，就是在规则下的一个减速行为，这种感受一般都不会太好的。然后呢，他在老大妈这里没有减速，反而在侵入对面直行车道的时候有一个减速的行为，啊，这个处理的非常好。这里有一个大客车，大客车变道的压迫感还是很大的。OK， 它顺利的也过了。之前的版本我估计它会减速，我们再看一遍啊，这次没有减速，这次他们把这个速度的阈值处理的非常好，我相信如果大客车继续往左变道的话，它会把速度降下来，因为毕竟我们有路权，直行是没有问题的，真的是兼顾了效率与安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路表现，现在一辆电动车扑面而来，没有刹停，这里稍微减速了一下就避让过了，处理的非常顺滑，稍微往左偏一点，对面有人，又往右偏了一点，然后打回来 OK 可以，非常的顺滑，这个版本处理的非常好，就跟老司机一样的，我没有任何想接管的这种意愿。现在时速大概在16左右，速度也不慢。夜间无划线双车道窄路啊，咱们就是会车，稍微速度控制了一下啊，这里的间距其实非常的近的了，可以，整个的速度控制的都是比较好的。然后第二辆，好的，我也没有什么接管的意愿啊。我们来车了，几乎就是没有减速，虽然路很窄，始终维持到35到40这个的速度之间啊。右侧有行人，它也很顺畅的这个绕过了。前面又是会车，连续会车应该是。整个过程处理的都非常丝滑和顺畅啊，不像之前我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会把脚放到油门上，随时给它一些激励。他是想超这辆电动车，整个过程都比较自然。连续会车，这个表现真的非常像人开的了。看来是想超车，对面的电驴在闪我，然后小鹏的这条支架又让回去了。感觉要开始超车了。好了，把这辆电驴超过去了，可以，整个表现非常丝滑。前面我要右转，这辆自行车有点影响我右转了，看看能不能过。又来了一辆电动车，
OK， 系统居然没有明显的减速，就这么丝滑的过了。哇，这个版本真的很厉害，这里间距都很近啊。好的，正常的通过了。现在的时速还挺快的，是16。前面有一辆电动车，为了逼让它降到了时速是6，然后开始提速，7、9，然后现在是12。整个都是比较顺滑的，前面又有自行车，好的，顺利的过了。这个自行车也过 ，OK。整个系统都是比较丝滑的，没有接管的想法。前面是一个桥洞啊，这个桥洞非常窄，只能让一辆车通过。啊，这里有个电动车。没有刹车，很顺畅啊。行人也过了，很窄啊，就这么丝滑的通过了。然后我们回来再看一下这个桥洞啊，一个是逆行的电动车在左侧，另外一个是在右侧逆行的行人。它整个过程中对距离和速度的把控都非常好。然后它在桥洞中的时速啊，一直控制在10到13之间，既没有太快，也没有太慢。然后出这个桥洞的时候，马上就开始加速，真的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再看一段比较极限的，旁边的行人很多，好的，非常极限啊。这个对系统来说确实比较难啊，但是没有那种急刹，还是很顺畅的、顺滑的。我们看这里有黑色的裤子，有黑色行人的影子，还有树的影子，还有黑色的杆子。这个对纯视觉的处理非常的难啊，但是都过了。可以，刚才往右边避让了一下，把行人都避过去了。慢慢的走，可以。这里我共驾一下啊，虽然方向盘微微往右了一点，还是帮他一下。这里人还是太多了，差不多是辅助驾驶的地狱场景了。我们再来看一段夜间掉头，路本身就不宽，中间的低矮护栏又占了不少空间，就更窄了。然后还有外卖的电驴停在路边占道，就让本不富裕的路面雪上加霜。然后 P7 本身又比较宽，我平时走都是很小心的，这个横向间距保持很好，偏左一点点可以过。这个智驾的速度和我平时差不多啊，现在时速一直保持在20左右。前面还有一个3轮车，发起绕行很丝滑。然后左转，这前面段路很黑，几乎没有路灯。窄路会车降速也很丝滑。这里前面掉头的桥洞只能1辆车通过，等待对面车先过，然后又让了一下后面的电动车，开始掉头。啊，这里突然一个逆行的电驴我都没有留意到，系统识别到了，虽然减速，但是没有刹停。因为我刚刚转头看的是左侧，没想到还有逆行的，我差点踩着急刹，这个比我的处理还好了。这个场景我们看一个好玩的，我们来看 VLA 2.0 是如何加塞的。正式版本我估计不会这么激进，但是我很喜欢。你看这个黑车没有让我们啊，完全的没有让我们，然后我们还在往前，可以，还在试图找机会。但是黑车应该还是不让我们，非常极限啊。好的，让他先走，系统让他先走了，然后后车让我们了，然后顺利的插队进来，可以，这个博弈非常的极限啊，就是恰到好处的那种，就虽然很激进，但是它依旧是很安全的。尤其像我这种老司机来说，我觉得它是可控的，所以我始终也没有接管，让它去跟刚才那辆黑车去试一下，非常的好。估计正式版本没有。看地图是一个比较锐角的一条左转路线，这个弯很难啊，是个锐角，
可以，拐进来了，哦，是一条非常狭窄的路，但是它速度控制的还可以，间距也控制的也可以。这次小鹏的 VLA 2.0 确实对小路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啊！就刚走这么2步，我就感觉到出来了，贴边贴得很好，这个间距把控的可以。我现在没有接管的这种想法。而这违停的自行车还是挺危险的。好的，过来了。然后是一个大货车，打开影像看一下，都是比较近的。这里真的还是挺难的，别说让辅助驾驶开了，就给一个新手也是非常难的。我也是得小心翼翼的开，有的时候要看一下影像之类的，这个难度确实很高。贴边贴的都很近。前面是一个路口，这个人走过来了，居然没有点刹，我们继续直行。然后这个路口行人和自行车都很多，我现在边贴的非常近了，可以打开视频看一下，但是没有问题，依旧可以走。好的，就是全程啊没有那种明显的减速，就是在慢速的时候，它也是一点一点以时速2和3的这种速度走。对面来了2个电动车，没有急刹，可以，非常可以，把速度降到2和3，然后看对方的反应，然后这样丝滑的通过，没问题。哪怕现在也只是一个测试的阶段，我们也能看到和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能力。前面是一个右转啊，我看看要不让它直行一下。这个电动车也是有点危险。OK， 还是过了。不想按导航开接管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，转了。好的，然后重新开启 NGP。前面依旧是一段小路，只能单车通过的。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贴着边走，但是依旧没有那种急刹的行为，还是很顺滑的。慢慢的就这样通过了，非常像司机啊。好的，前面简直就是一个地狱级的场景啊！两边都有车，尤其左侧是一个黑色的车在这儿违停，然后前面有大量的人流，我的屏幕已经变红了。前面一个老大妈举着气球一直站着，接管一下，共驾。好的，我这块过了，我再恢复 NGP。现在这里我有点紧张啊，准备接管一下还可以。行人基本上也是把我的路都堵住了。很慢速的通过，看一下影像，你可以看到人贴的车距都非常近了。其实类似的路段不推荐任何辅助驾驶来过这段。看到这次的小路况确实是非常的复杂，然后小鹏的 VLA 2.0 基本上是可以通过的，它的上限我们也看到了，它的非常高。好的，通过路口，对面驶过来一辆3轮车，没有急刹，也是微微的这样向右打了一点就过了。行人啊、电动车还有路边停的车，给的空间都非常有限。好的，过了。行人也让了一下我。启动也是非常的有耐心。我快不行了，我给一点喇叭吧，要不提高点效率。好的，大家也注意到我了，系统加速，非常的自然啊，
就是他识别到大爷在减速让他之后，他就马上提速来通过这段距离。旁边的车距非常近啊，这里贴的，哇，这里有个自行车压力好大，可以过了，顺利的通过，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。然后我来综合的说一下小鹏这次 VLA 2.0 给我的感受吧。首先，这个是一个2月份的内部测试版本，所以3月的正式量产版本肯定跟这个是不一样的。我的一些结论、判断也都是基于这个 VLA 2.0 的测试版来说。首先，它去掉了很多规则的部分，几乎没有任何的点刹，完全的去规则化。其实去规则并不难，最难的是在去掉规则之后，还能守住系统的安全下限。其次，在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次全新的系统是有能力做到一些很激进的驾驶风格的。虽然大概率也不会保留到正式版本，但是刚刚说的这2点，让我看到了整个小鹏这个系统的上限是非常强的，整体体验感非常好，应该是国内来说几乎是所有辅助驾驶里面最丝滑、最像人的啦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哪怕这套测试版还不算完美，我还是非常愿意使用的，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愿意开车的人，所以辅助驾驶的比例的话，我自身的体验来说，之前我开小鹏 G9 Max 版，我的辅助驾驶比例差不多是60%，现在开新 P7 Ultra 之后呢，这个比例其实是暴跌的，因为小鹏新 P7 Ultra 的操控和性能都很好。老司机应该都明白，越好的车反而感受不到速度。然后我这还是个4驱版本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想开快车。用之前的辅助驾驶的效率呢，就让我不太满意，差不多智驾比例暴跌到30%。所以之前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思考，是不是像 P7 这种侧重操控和性能的轿跑车型，就不太适合辅助驾驶在上面。但是这次小鹏的 VOA 2.0 真的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，就是我发现我爱用这套系统了，而且智驾比例上升到了80%。其实辅助驾驶让一个追求效率的老司机喜欢用还是挺难的，能做到这点真的很难。如果打个分的话，小鹏 P7 Ultra 在之前的辅助驾驶能力，我认为是60分，就是能接受刚刚及格。而国内其他家辅助驾驶的第一梯队基本也在60分上下，各个场景下大家各有优劣，但大体在一个正负5分的区间。而这个 VOA 2.0 的测试版，我的心理评分可以给到接近80分，虽然有一些极个别场景下的回退，但是关键是我真的爱用了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全场景拟人的泛化能力。我认为等到正式版本再优化一下，有望能到80到90分的水平，后续再迭代一下，半年后能有90分以上的能力。我太喜欢这版的丝滑和果断了，但是有的地方确实很激进，我估计正式版本不会保留。然后小鹏也是比较头铁，他明明之前有激光雷达的效果很好，比赛也经常拿第一，可还是坚定地去掉了这根拐杖，通过自研图灵 AI 芯片，用新的 AI 模型和大算力去解决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复杂的场景。有人说去激光雷达是为了成本，但明显车端2250 TOPS 的算力和216G 内存才是更贵的东西。这就像一个武林高手放弃了自己的成名武技，去修炼了另一种功法。当然又有人可能说他傻，自废武功，但更大的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成名武技的缺点，才去修炼了一种更好的功法。那么我觉得这次小鹏的 VOA 2.0 已经给出了答案，通过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，用全新的 AI 模型和更大的碾压式算力，真的想让 AI 去解决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复杂的场景。还有一个让我佩服的是小鹏勇于自我毁灭的韧性。AI 领域的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，当找到了一个新的范式之后，一起很多很难都不能解决的事情，今天发现突然就能解决了，这就是涌现的能力。这次我看到了小鹏这次全新的 VLA 2.0 模型，好像找到了一种方法，去掉了大量的规则，然后实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自动驾驶体验，能实现我们像老司机类似的判断和驾驶能力。虽然还有一些问题和体验需要提升，但似乎已经在迷宫中距离那个出口更近了。我希望小鹏这套全新的 VLA 2.0 最终能给 AI 影响物理世界带来更多的可能性。说起 AI 影响物理世界，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可能就是自动驾驶，第二个就是机器人。当然小鹏也有机器人，这套 VLA 2.0 也是他们机器人的基座模型，毕竟灵活的猴子依然是猴子，而人是有大脑，会使用工具，会做综合决策的。那么除了自动驾驶，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小鹏2026年机器人的表现怎么样吧。